我是瓜皮儿。绿箭侠第2季前情提要。奥利弗跟白瑞初次见面，为了查明米拉库鲁的真相，奥利弗身负重伤，白瑞妙手回春，华佗在世，一针老鼠药将其救下，两人结下极深的友情。也在不久后，白瑞被神速力选中，一道闪电将其劈晕，不省人事。而打造米拉库鲁的幕后 BOSS 竟是斯莱德，不过现在人们称他为丧钟。数年前在炼狱之上，奥利弗一剑刺穿他的眼睛，斯莱德非但没有死，还卷土重来，并且拥有了雄厚的财力与权力。斯莱德从自己体内抽取血清，批量复制，派遣布拉德进行各种人体实验，寻找所有能够匹配米拉库鲁的战士。罗伊也成为了其中一名小白鼠，庆幸的是他活了下来。为了查出真相，奥利弗必须找到戴着骷髅面具的男子，只可惜星城的黑恶势力并没有听说过此人。白瑞昏迷后，菲利西蒂直接前往了中城，队伍只剩奥利弗跟迪哥。这数周之内，布拉德已经参与竞选市长一位。身为朋友兼奎因集团总裁，奥利弗自然是鼎力相助，疯狂给市民安利布拉德。在他拉票的同时，市区中一名极端男子毫无征兆地引爆了炸弹，整栋楼被大火吞噬。司机侠摇身变成键盘侠，直接黑进了消防队通讯频道。奥利弗立刻赶到现场支援，救下一名政界要员后转身离开。炸弹客的信息依旧不详，此人留着就是个祸害，早日根除为好。看了新闻之后，菲利西蒂也赶回来帮忙。白瑞那边已经是复仇者联盟3无限昏迷啊，而且菲利西蒂对他还有一种其他的情愫。奥利弗天台会见昆汀，警方在爆炸现场拾到的证物，碎片中还有微量的硝化甘油。炸弹客训练有素，并非等闲之辈。昆汀还有一事相求，他想让绿箭侠小队调查一下警局内部所有通话记录。菲利西蒂肯定是可以办到这点，不揪出内鬼，任何计划都是白给。数街区之外轰然爆炸，昆汀叫人前去支援，奥利弗则是直追炸弹客，风骚走位躲开手雷，一套操作成功跟丢。炸弹客不仅训练有素，还精通黑客技术，即便是菲利西蒂也无法追踪。此前罗若做了一点调查，布拉德与不久前意外失火的精神病院有着密切关系，而且他跟上一期的大力水手塞勒斯关系也不一般。劳拉心里没有结论，选择王者出击。布拉德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为人正直，劳拉也不好意思直说自己在怀疑他。布拉德从小就是名孤儿，父母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。布拉德从小是名孤儿，在孤儿院长大，塞勒斯就曾在孤儿院担任牧师，对他来说如同大哥哥般的存在，关系亲如兄弟。这一切对他来说也是贼难过，要知道一个孤儿能成为今天市长竞选人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罗若的猜疑一瞬间化为同情，眼眶里热翔不停打转，他膀胱一瞥，注意到了一份医疗账单，病人名叫瑞塞克。罗若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，他找到老爹帮忙查到此人，瑞塞克就好像根本不存在，网络上没有任何相关信息。当晚，布拉德宣布自己要召开联合集会，目的就是要告诉那些极端分子，他布拉德不会向恶势力低头。在奥利弗看来，这无疑等于送死，只能换装亲自去talk一下。不用想都知道，炸弹客一定会到场送一发火箭。布莱德心意已决，他必让百姓团结一致，一起为城市做出贡献。绿箭侠只能另想其他办法。虽然是人心惶惶，但联合集会还是准时召开。菲利西蒂查到了炸弹客的装备来源，奥利弗要亲自去一趟，迪哥他们则是去集会帮忙。警局这边，昆汀已经查清楚瑞塞克的信息，此人是布拉德的姑妈，现如今是圣沃克疯人院的病人，布拉德一直在帮他续纳医药费，十分孝顺，这种人肯定不是坏人。说完，昆汀便带人前往了集会。集会已是人山人海，迪哥、昆汀等人纷纷潜入其中，而奥利弗也已经抵达目标点，进门的瞬间被红外线包围。这感应设备极其敏锐，奥利弗一旦动分毫就会立刻爆炸，螺旋升天。这就是炸弹客的目的，他要让绿箭侠亲眼目睹集会惨案。为此，他准备了几枚黑索金炸药。巧的是，老妈、妹妹、小舅子都在场。奥利弗保持不动的状态下，小声联络了迪哥。黑索金炸药，迪哥自然熟悉，战场四处可见的军用炸药。迪哥去搜寻的时间里，菲利西蒂还在帮奥利弗想办法脱身。他所在的大楼年代久远，电路不稳定。如果奥利弗能切断其中一条电路，整栋楼就会立刻断电，那些红外线炸弹也会随之断电。不远处刚好有了配电箱，奥利弗缓缓挪动准星，片刻之后他松了弦，无线电一头只传来了一阵忙音，随后奥利弗成功脱身。集会这边随着布拉德的到来聚集上千人，迪哥在这之中找到了炸药的主开关，只要这个爆炸，其余的都会接连爆炸。然而拆除这个并不简单，眼下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屏蔽无线讯号，让所有炸弹断开联系。此时一杆枪已经指在两人头上，炸弹客立刻扣动扳机，随着迪哥中弹，现场瞬间暴乱。绿箭侠驾车赶到，天空炸弹已爆，一支箭破空划出，
炸弹客精神恍惚，电线杆随之坍塌，直奔老妈。罗伊挺身而出，不哼不哈。米拉库鲁在罗伊的体内作祟，西亚看到后祝愿他大富大贵。此刻绿箭侠与炸弹客正面交锋，面对这种手握控制器的玩家，奥利弗满面春风，一剑直穿电线。炸弹客的心里是沉甸甸，一 go 我得 go。大战结束后，迪哥回家养伤，奥利弗也如实袒露自己最近脾气暴躁的真相。自从他看见菲利西蒂和拜瑞有点亲密之后，就控制不住情绪。奥利弗只想说，他非常需要菲利西蒂，但他不会掺和菲利西蒂和拜瑞之间的事儿。1天前，罗伊跟西亚缠绵时打翻了酒杯，玻璃瞬间划破了罗伊的手臂，留下一个深可见骨的伤痕。可第2天，罗伊就已经痊愈。西亚不禁开始怀疑他经历了什么。当晚，马尔科姆死而复生。莫伊拉是一脸震惊啊，在世界上某个地方，死亡不过是种幻觉。他这次不是来找莫伊拉复仇的。这段时间，他悄摸做了一个亲子测试，西亚居然是自己的女儿。妈的 fuck！ 不过这次莫伊拉不再惧怕马尔科姆，他知道一个人足以让马尔科姆从世界上消失。南达尔巴特的忍者大师雷小谷。莫伊拉给马尔科姆下达最后通牒：若再尝试接触西亚，刺客联盟将会王者出击，取你项上手机。随后寄出一句 ：Run, Malcolm, run.My name is Malcolm, and I am the fastest man alive. 与此同时，罗若来到了圣沃克疯人院，直奔瑞塞克的病房。瑞塞克已经疯入骨髓，缩在角落里念念有词儿。听到布拉德的名字后，女人突然清醒，直呼布拉德是魔鬼，是布拉德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她也不是他的什么姑妈，而是他妈。布拉德亲手弑父，如同天上降魔主，真是人间下凡神。这个布拉德不是人。就在罗若离开后不久，布拉德亲自来到了母亲的病房。对于这个不孝子，瑞塞克不敢反抗，把罗若来到之事全盘托出。随后一声惨叫，瑞塞克离开了人世。之后的日子，奥利弗不停寻找骷髅男子的下落，甚至对罪犯动用了测谎仪，依旧毫无线索可言。奥利弗愈发感到事情变得复杂了。隔天在酒吧找上了罗伊，他一直担心罗伊的身体状况，注射米拉库鲁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，还让迪哥暗中观察罗伊的动向。而瑞塞克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罗若这边，他100%确定这事儿跟布拉德有关，立马让老爹联系了绿箭侠。天台之上，两人秘密会见。上次见面，奥利弗差点阴沟翻船，这次已经提高了戒心。随着罗若的分析，杂乱的线索立刻串联。没想到布拉德这人竟然有2副面孔。小队将布拉德的讯息挖了个底儿朝天。迪哥不敢相信啊，一个为人正直、一心为百姓服务的人会是骷髅男。而费利西蒂一句话让他瞬间闭嘴。那谁又能想到一个亿万富翁花花公子晚上还当绿箭侠呢？保险起见，大家还准备仔细查一番。关于布拉德父亲的事儿已经过了27年，市局没有电子档案，只有纸质档案。言外之意，奥利弗要亲自去借。出发前拉上了 Loro 一起行动，利用他的 ID 卡，两人顺利进入了市局。想在这堆积如山的档案里翻找出需要的，得花一些时间。很快，两人的踪迹暴露，保安直接联系警方支援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，Loro 找到了文件，奥利弗拉着他纵身一跃，逃出升天。结果档案里早就空无一物，有人抢先一步得到了证据。如果是布拉德本人，那就麻烦了。而罗伊这边，偷摸找到了辛，他已经忍不住要告诉别人自己是大力水手了。罗伊让辛保密，甚至连西亚都不能告诉我。在弄清楚真相之前，还是谨慎为好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这份能力可以让他去惩恶扬善，不必再担心绿箭侠会教育自己。两人很快找到了第一个目标，男人绰号星城绞肉机，受害者通常为下海女员工，手段极其残忍。辛引蛇出洞，男人也顺利上钩。罗伊赶到后，直接将男人抛出10几米远，一招大象踢腿，男人再次飞出数米之远。罗伊一度失控，要把男人活活揍死，还是辛一顿劝才让他停手。两人把重伤昏迷的男人送到了医院。西亚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罗伊干的，他想帮罗伊解决麻烦，但这件事罗伊不想让西亚掺和进来，只能自己躲在角落里流泪。与此同时，斯莱德出现在了布拉德的办公室，绿箭侠已经起了疑心，这是斯莱德不能容忍的，如同拎小鸡儿一样拎起了布拉德，严肃警告他自己善后。很快，布拉德的手下就已经赶到 Loro 家中，正是那名警局内鬼，他以非法持有违禁品的罪名逮捕了 Loro。审讯室里，昆汀是一脸茫然呢。Loro 知道这是布拉德所为，却没有证据，因为他的确购买了违禁品。Loro 借助药剂让自己接受 Sarah 的离去，却没想到这反而成为了别人的武器。现在的他已经是百口莫辩，就连昆汀也不再相信他。Loro 被停职，奥利弗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相信他。出去接杯水的功夫就被骷髅男看到 ，Loro 被挟持。等奥利弗惊醒后，只看到墙上留下了2行字儿：绿箭侠直奔目的地。骷髅男的战斗力也非同一般，跟绿箭侠打得有来有回。只可惜
他忽略了罗罗，几枪下去便咽了气儿。然而面具下的人根本不是布拉德，而是那名警局内鬼。这正是布拉德的计划，但众人并不知道，一切也就理得通了。布拉德完美摆脱嫌疑，罗罗则是从停职变成了辞退。检察院解雇了他，奥利弗回到地堡又是一脸惆怅。每当他尝试去相信罗罗的时候，总会出现意外。刚出门透透气儿，就碰上了妹妹西亚，随口把洛伊的事提了一嘴，当即换装前去talk。获得力量之后，洛伊早就膨胀了，只可惜他空有一身蛮力。米拉库鲁虽然让他变强壮能自愈，但也影响了他的心智。和当年的斯莱德一样，善恶仅在一念之间，若是控制不当，会彻底黑化。所以奥利弗打算亲自教他。与此同时，布拉德带着手下前去见斯莱德，他还因为自己的计划而美滋滋呢。瞬间一道人影杀到，眨眼之间所有保镖纷纷毙命，身上全部都是致命刀伤。斯莱德已经换装成了丧钟，这是最后一个警告，若再令他失望，下一刀必将会取其首级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